话说之前常有小伙伴问啥时候搞一期 DIY NAS， 最近刚好有适合的 NAS 主板样品，于是乎我们整一期给小伙伴们看个热闹。先介绍下配件，内存来自9核 DDR5 16G 2根笔记本套条，散热器乔斯伯 CR1400 EVO 标准版，电源玄武650 SFX， 机箱同样来自乔斯伯 N3 NAS 机箱，主角来自超迷 N7 双万兆 NAS 腰板，这个包装箱一眼就是临时用，后面包装应该还会变。看下配件，导热垫几个，可以用在 M2 盘或者主板芯片散热备用。主板的挡板上有清晰的印刷万兆网口以及其他接口 SFF8643 转接 SATA 数据线，选配需要单独购买，每一个接口可以扩展4个 SATA，2个共可以扩展8个 SATA。 主板上有硕大的铜盖，应该是用来把移动处理器转接到标准散热器上的，也就是喜闻乐见的 MODT 主板了。反面有2条 DDR5 笔记本内存插槽，支持5600兆赫兹，1条 M2 插槽 PCIe 4.0×4。接口方面，3个 USB 3.2 正1 5Gbps 速度如上 ，USB 4 C 口1个40Gbps， 支持显示输出，加上旁边一个 DP 2.1， 一个 HDMI 2.1， 共3个显示接口，详细信息如上。2个万兆电口马威尔 EQC113C， 兼容10兆、100兆、1000兆、2.5G、5G、万兆，共6种速度。3.5毫米音频口1个，支持耳麦。详细的主板正反面各插口和定义如上，需要的小伙伴点击暂停查看。下面看下主板主要的芯片方案。USB Retimer 来自刊度 KB8002， USB Type-C CCPD 控制芯片呢来自瑞昱 542H， 小伙伴们很熟悉了。核心电源控制来自利奇 3674AE， 2个马威尔 AQC113C 万兆网卡芯片，最近2年不少高端成品 NAS 以及迷你电脑和主机上的常客。满载声卡来自入门级瑞昱 ALC269， DC 电源控制采用常见的 IT8613E， BIOS 芯片来自华邦 WSON8 封装的32兆笔。8643插口使用了2颗翔硕 ASM1164 PCIe 3.0×2 转 SATA 控制器芯片。主板背面高清图，需要的小伙伴点击暂停查看。下面开装，玄武650 SFX 是性价比较高的一款全模组 SFX 金牌电源，之前玩显卡扩展坞的时候就用过，顺便找块双风扇的显卡试试能不能装上。我是先选了乔斯伯 N3 NAS 机箱，顺便把和它配套的 CR1400 散热器也搞了一个。超迷官方推荐的是如上2款卧室散热器，我还是觉得立式的效果会好些。4根镀镍热管加9厘米风扇，不喜欢 RGB 的可以选这个 EVO 标准版。N3 NAS 机箱还是小有名气的，之前看不少博主用它，适合 ITX 主板加 SFX 电源，有详细的说明书。配套简易的拉手和螺丝等其他配件，一会儿边装边看。上部为主板安装位置，两侧及前后均有散热开孔，内有防尘网。前面板有 USB A 口和 C 口，开关及8个盘位的工作指示灯。背部有 PCIe 2槽位，主板舱有2个预留风扇位，下部硬盘舱自带2个9厘米的风扇，底部4个加高减震防滑垫。磁吸式的硬盘舱盖，内有防尘网。8个硬盘位，一会儿装上硬盘试试效果。好，前腰够长了，下面我们开始装。拧掉4个顶盖固定螺丝。机箱厚实，做工优秀，漆面均匀，厚约 2.35 毫米。硬盘舱自带2个9厘米的风扇，可以按需安装，看样子是3线定速，一会儿测试下噪音如何。背板8组 SATA 均有电容滤波，可选 SATA 供电接口或者2个大 D 接口为硬盘供电，旁边也有门电路，不马虎。两侧是散热风扇的3 pin 接口。这是主板安装位，下面可以背部隐藏走线，侧旁还有一个 2.5 寸盘位。上内存，背面 M2 盘，正面还有一条。如果我们玩某辉或者是安瑞的等需要引导 U 盘的，可以把引导盘直接插主板的 USB 2插槽内。上电源支架，安装电源，接上电源线，安装挡板，调整 CPU 散热器支架到1700，安装散热器固定底座，
我自己选的这款立式散热器不太合适，固定桩有点粗了，于是乎老高用刀子削了2个桩倒角出来，避免碰到主板元器件。1号孔位几个电容和电阻，下面这个孔位电阻可以通过旋转避开。2号孔位的电容主要是这2个位置，元器件距离散热器安装孔位较近，可能使用糙米主板官方推荐的2款散热器会更好一些。上散热器，插入风扇插头，上主板，前面板 USB-C 口数据线，前面板 USB-3A 口数据线， CPU 供电，主板各种供电及 SATA 供电，硬盘仓的供电， SATA 转接口，硬盘仓散热风扇，8643插口。好，完工。最后上机箱盖，下面安装硬盘，每个硬盘共6个螺丝，其中4个用来安装减震环和固定，2个用来安装拉手。安装完的效果如上。从凹槽内慢慢推入硬盘，然后插到底即可。拆卸时，在关机后使用拉手把硬盘拉出。不知道长时间高温后这个拉手的耐用性如何，需要时间检验。然后看一下整体的安装效果。先看一下硬盘位风扇噪音，贴脸约有60分贝左右，着实有些吵啊。距离30厘米48.9分贝左右。风量还是可以的，对噪音敏感的小伙伴可以考虑加装减速线，或者根据环境温度选择是否开启硬盘仓风扇。录像这会儿还是旧版的 BIOS， 目前已经有新版，可以进入 AMD CBS、NB-IO 中 GFX 设置，里面可以手动设置核显的显存大小，比如4G， 这样可以避免在飞牛影音硬解抓马影片时显示 GPU 繁忙、失败无法播放的情况。在 SMU 设置里 Smart Shift Control 里可以修改 CPU TDP， 厂家建议可以设置为45瓦或者54瓦，估计作为 NAS 使用，性能释放策略还是比较保守，节能嘛，可以理解。在 PCIe 设置里可以开启主板对 SRROV 的设置，虽然 AMD 核显不支持 SRROV 虚拟化，不过对于玩虚拟机的小伙伴，有些网卡也是需要开启的。在 Demo 里可以开启搬载网卡局域网 PXE 引导。新版 BIOS 在 OEM 管理内可以开启来电自启 USB 关机断电，以及 PCIe 拆分，可以选择乘8或者2组乘4，这样可以使用拆分卡转双 M2 加上板载2个 M2， 一共支持4个 M2 盘，玩全闪 NAS 也不在话下。板载万兆网卡测试使用 iPerf 3打流，无论单独线程的上传和下载均可以跑满 9.49G bit 每秒。10000 ping 测试无丢包无断流，延时优秀。在默认 TDP 45瓦下 CPU-Z 单线程 425.9， 多线程 4645.7， 可能是作为 NAS 主板性能策略有些保守了。Cinebench R23 单核1479，多核12917， PassMark 综合得分2265， CPU-Mark 多线程26558，单线程3443， PCMark 10综合得分5822。下面开始烤机，单烤 FPU 100%，在环境温度约29度、环境噪音约30分贝下，待机功耗约15瓦，烤机功耗约90瓦，待机贴脸约40分贝，烤机时53分贝，在距离30厘米左右，待机约37分贝，烤机约51分贝。以上测试在没有加装硬盘仓风扇的情况下测得。整个烤机过程中 CPU 最高温度约61度，内存和硬盘均为我自己的，表现无异常。待机低功耗和静音达成，烤机30分钟 CPU 8核全核维持在 4.3G 赫兹，满载 CPU TDP 45瓦，无过热降频，自选的散热器 OK。 然后看一下待机和烤机时主板的温度对比，先是 IO 侧无异常，然后是正面，烤机时 CPU 旁边供电 MOS 管90来度，还属于正常的温度区间，但是有点偏高了。电源侧无异常，侧面看同样是供电散热片较热，毕竟2个万兆网卡芯片也在同一个散热片下，建议厂家加强下散热。烤机详情我们加速了，需要的小伙伴点击暂停查看。下面玩下 PCIe 扩展，先试试万兆网卡。
麦洛斯10G、25G 双光口网卡一次性点亮，进入系统没问题。Intel 的网卡兼容性比较好，除了 X520， 我这里还有一张捡垃圾的浪潮 X540 双万兆电口网卡，兼容性是一塌糊涂，我们插上试试。看网卡2个网口的工作指示灯协商万兆成功。进入系统看一下，从驱动到协商网速、DHCP 获得 IP 均正常。至于显卡嘛，建议使用较短的显卡，或者干脆用半高刀卡，尺寸上更放心。我这张微星魔龙1660 Super Z 稍微长了那么一丢丢，实在是塞不进去了。我们进下飞牛，顺便看一下刚才加装的麦洛斯网卡已经成功识别。另外 8845HS 的核显 780M 支持也没问题。插上光纤，我们看一下网速协商。这张是板载 AQC113，协商万兆 OK。这张是麦洛斯，协商万兆也没问题。进入飞牛影视，设置中可以看到核显 780M 已经成功识别并自动开启了硬件转码。我们手动关闭 GPU 加速转码，然后再重新打开。好，功能正常，没问题。硬解转码能力依旧不错 ，4K H265 HDR10 30兆码率的偏圆，转码帧率能到118 FPS，GPU 占用率40%出头 ，CPU 占用率更是轻松愉快。再换往期测试硬解转码的老朋友，星际穿越，这个偏圆比较吃资源，转码帧率77 FPS， 是 780M 核显的正常水平。说一下发现的问题，目前这个版本的飞牛虚拟机网卡直通有问题，可以看到我这儿的所有直通设置都已经打开。相关虚拟机的创建这里不再演示，我们直接看结果。首先我们直通 PCIe 设备，选择另一个没有被占用的 AQC113 网卡，选择并添加。下一步提示报错，创建虚拟机失败，未知异常。老高不甘心，于是乎再直通 PCIe 网卡这2个麦洛斯网卡，点击添加确定，同样报错，提示虚拟网卡选择的网络不存在。查询了下，貌似是 AMD 7800系列的处理器，也就是 Phoenix 系列，在某些 BIOS 加旧内核版本下 IOMMU 动态分配存在 bug。我们再换安瑞的玩试试。插上安瑞的引导盘，板载有一个 USB 2.0 A 口，刚好可以用来插引导盘。登录安瑞的 Web UI， 可以看到处理器 8845HS 8核16线程，内存 32GB， 显卡 780M 核显均成功识别。我们先试试 N 大的 Jellyfin， 据说新版本做了不少优化，直追飞牛影视硬解转码能力了。可以看到 GPU 占用高达 89%， 同一个测试偏圆 4K H265 HDR10 36兆 bps 的星际穿越，转码帧率96 FPS， 比同一台机器同一个偏圆的飞牛影视77 FPS 要高不少啊。然后赶紧检查一下直通网卡，先是板载的 AQC113C， 继续报错。看报错同样是 VFIO 和 IOMMU 映射方面的问题。我们把 AQC113 直通给停了，然后把 PCIe 网卡麦洛斯这2张给打开，再换它测试。重启系统，在虚拟机中选择麦洛斯2张网卡，点击启动，同样的报错。不过小伙伴们不用担心，我们还有万能的 PVE 呢，号称更新迅速、对玩家友好的虚拟机神器啊！刚巧不巧的 PVE， 它就在录制视频的这2天升级了新版的 8.4.5， 内核呢升级到 6.8.12-12。先看一下硬件支持，麦洛斯网卡、板载的 AQC113 网卡2张，核显和声卡都正常识别。先试试网卡，随便找个虚拟机，比如爱快，我们把一个 AQC113 2个麦洛斯都直通给它，点击启动。哈哈，看这个控制台，3张网卡已经都成功识别了，没有报错就是好事啊。我们再进入 Web UI 里看一下，果不其然，2张麦洛斯，1张 AQC113，全部正常识别，没问题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我们把 780M 核显直通给飞牛 OS， 也成功了。之前总是有小伙伴私信说直通给飞牛的 AMD 核显能识别，但是硬解转码不能调用，打不开 GPU 加速。要点在这里，需要在 AMD 核显挂载 VBIOS ROM 文件，而 Intel 的核显呢则不需要挂载。相关操作教程可以看往期视频，文字版教程可以看爱折腾的老高博客。在挂载了 VBIOS 到直通的核显上之后呢，它甚至有了物理显示器可以输出画面的功能。登录飞牛看一下，
这儿老高只给了飞牛8线程8G 内存。飞牛影视也可以正常 GPU 加速了，开启了硬件转码。惊喜的发现，安装在 PVE 下面的虚拟飞牛，使用同一个片源，硬件转码能到96 FPS， 甚至比物理机直接装飞牛帧数还要高。应该是 PVE 的资源调度策略性能释放比较强。最后既然测试了，就试个彻底。虚拟 Win 的核潜直通，直接上结果失败，开机会卡在引导界面。PVE 掉入 AMD 核显 Reset Bug 的坑里，直接死机。BIOS 应该还有优化的余地啊。总结下，超迷 N7 双万兆8盘位 NAS 主板，亮点一，884 5HS 处理器加 780M 核显做 NAS 主板不多见。2双万兆电口 AQC113C 支持10兆、100兆、1000兆、2.5G、5G、万兆6种速率。3两个 SFF8643 可转8个 SATA 上8块硬盘。4 PCIe 乘16插槽，支持 PCIe 4.0乘8或拆分2组乘4信号，可玩独显、万兆网卡或拆分卡扩展2个 M2 盘位。5满载2条 M2 PCIe 4.0乘4插槽，加上面拆分卡可扩展2个，可玩4盘位全闪 NAS。6 HDMI DP Type-C 共3个显示输出接口，支持 4K 8K， 可玩媒体服务器。7支持 PVE、Android、飞牛等多种系统，可做 NAS 软路由服务器等玩法多多。老高建议： 1改进挡板 C 口，避免因插不到底导致接触不良； 2加强 CPU 供电散热和稳定性； 3 BIOS 还有优化的余地，比如直通网卡、显卡等。目前适配这款主板较完美的推荐使用系统为新版的 PVE。当然，随着飞牛、Android 等后期会跟进更新系统和内核，届时也可以比较完美的使用这块板子玩直通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您的关注、订阅、点赞、收藏、转发是对老高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折腾的开心，开心的折腾，咱们下期不见不散。